睡前聽完一本書，今天聽躲在文字後面的大象。3年前，我因為一雙襪子和伴侶大吵了一架。事後我不停地問自己，為什麼這麼一點事就把我整個人擊垮？那一刻，我是真的以為是我這個人有問題。直到我讀到這本書，我才明白，那不是襪子的問題，而是心裡那頭早就存在的大象被輕輕碰了一下。如果你也曾因為一件小事情緒突然失控，然後開始反過來懷疑自己，如果你也被說過太敏感，小題大做，今天這本書是我見過最溫柔的解答。讀完之後，你會原諒曾經那個小題大做的自己。書裡講了一個故事，我印象特別深。晚上10點，門鈴突然響起，麗莎打開門，鄰居站在門口，上來就是一句：都這麼晚了，你還在用電鑽？麗莎愣住了，可是我根本沒有電鑽啊。鄰居哼了一聲，轉身離開。門關上的那一刻，麗莎開始渾身發抖。她丈夫回來問怎麼了，她一五一十說了經過。丈夫也很生氣，明天我去找他理論。麗莎拼命搖頭，拼命拒絕，可自己又無法平靜下來。丈夫有點不耐煩地說，畢竟什麼事都沒發生，先睡吧。可那句話像是在輕聲告訴她，你的感受不值得被當回事。對麗莎來說，真的什麼都沒發生嗎？她躺在床上，腦子裡翻來覆去只有一個念頭，他會不會不相信我？他會不會從此討厭我？作者哈尼西在書裡提醒我們，沒有人會毫無緣由地因小事而生氣，因為沒有一種情緒是突然爆發的。讓麗莎發抖的不是鄰居的誤解，而是她心裡那頭大象。她害怕失去愛。麗莎12歲那年發生過一件改變她一生的事。她的父親是個建築承包商，脾氣暴躁，從不聽勸。她姐姐從小叛逆，青春期更是整天和父親對着幹。有一次，父親發火了，威脅說要把姐姐送進福利院。那天晚上，姐姐又一次違抗禁令出了门。回來時，父親在門廳裡等着她。姐姐不耐煩地說，你無權對我指手畫腳。父親氣急之下，一巴掌扇了過去。麗莎正在門口擦鞋，她來不及躲開這場爭吵。她害怕父親，又心疼姐姐，不知道哪來的勇氣，她衝上去緊緊抱住了父親。父親愣住了，他的怒火慢慢消退，開始結結巴巴地解釋。姐姐趁機跑進房間，反鎖了門。那一刻，12歲的麗莎在心裡悄悄告訴自己，只要我讓所有人都滿意，我就是安全的。只要我不惹麻煩，愛就不會離開我。從那以後，那個小女孩開始察言觀色，把自己的需求小心翼翼地藏起來，用乖巧去換取被愛。20多年過去，她結婚了，有了自己的家。可鄰居一句誤解，就足以讓那個12歲的小女孩從心底醒來。她不是害怕鄰居，她害怕的是，如果有人對我不滿，我就會失去愛。書裡把這種感覺稱作躲在文字後面的大象。我們以為自己在為一雙襪子生氣，其實是在為我的付出從未被看見而難過。我們以為自己在為一個插隊的人憤怒，其實是那個總是被忽視的小孩正在吶喊。那些讓我們被說成小題大做的時刻，往往不是因為事情本身。早在很久以前，艾比克泰德就提醒過我們，讓人不安的不是事物本身，而是我们对事物的想象。我們以為自己在和文字較勁，其實是那根舊傷的弦又一次被撥動了。這根弦連着很久以前的一個傷口，也許是父母無意中的忽視，也許是童年時一次被誤解的委屈，也許是那些你應該懂事的要求裡被壓抑的眼淚。書裡說，每個人心裡都有一些最基本的需求，被愛、被理解、被看見。這些需求像空氣一樣重要。就像爬山時空氣越來越稀薄，人会不自覺地停下來喘氣。當這些需求在小時候沒有被滿足，
它們不會消失，只會變成一頭沉默的大象，躲進心底最深的地方。心理學家阿爾諾·格魯恩說，當我們看不清自己真正的需求，生活中的一切都會變成一場戰鬥。我們看似在和蚊子戰鬥，其實是在和那個未被滿足的自己戰鬥。然後在某一天，一隻小小的蚊子飛來，大象就甦醒了。那這種時候，我們還能怎麼辦呢？這也是這本書最溫柔的地方。作者沒有說你太敏感了，也沒有讓我們忍一忍就過去了。當情緒突然襲來，他真正想說的往往只有一句話：你有沒有看見我？也許你需要的不是伴侶收拾襪子，而是感覺到我的付出被看見了。也許你需要的不是鄰居的道歉，而是確認我是值得被相信的。也許你需要的不是贏得爭吵，而是知道我是重要的，我是被愛的。當你看見了那頭大象，你才能真正理解自己，也才能溫柔地對待它。你會發現，原來你不是在為一件小事生氣，你只是在用一場情緒為自己求一個擁抱，一聲認可，一份被理解。書裡有一段話讓我特別觸動。我們一開始掉進坑裡，覺得不是自己的錯，費了好大勁才爬出來。後來又掉進同一個坑，我們假裝沒看到，還是爬了很久。再後來，我們看到了那個坑，卻還是掉了進去。但這次，我們知道是怎麼回事了，很快就爬了出來。慢慢的，我們學會了繞道而過。最後，我們走上了另一條街。哪怕我們暫時還在那條有坑的路上，但當我們看見了那個坑，看見了那頭大象，改變就已經開始了。最後，有一句話特別觸動我：當我們學會坦率地表達自己的敏感和脆弱時，對方才會有機會更好地理解我們。我們常以為，不輕易表露情感，從不示弱，才是強大。但書裡告訴我們，真正的強大是允許自己表達強烈的感受，適當的示弱不是認輸，而是為了拉近心與心的距離。願你不必再假裝堅強，願你敢於承認那些小事其實很重要，願你能擁抱心裡那頭沉默已久的大象，輕輕地對他說：我看見你了，我理解你。寫到這裡，我很想對那個曾經因為小事而崩潰的自己說一句話，那不是你太難相處，只是有些重要的感受，當時沒有人替你好好保護。如果你看到這裡，心裡有哪一段突然安靜了下來，我會忍不住想問，應該不止我一個人這樣吧？那些讓我們最崩潰的小事，其實早就發生過很多次了，只是這一次終於意識到了，對吧？晚安，親愛的朋友，願你今晚能和心裡那頭大象慢慢的和解。